畢業典禮全網直播開啟時，我正抱着攝影機等待領取年度紀錄片首獎，大熒幕卻突然播放校史館火災監控，畫面裡的女人使用了我的門禁卡。陳也拿出我的相機與硬碟，指控我為了得獎偽造校舍安全資料。蘇瑞穿着原本屬於我的紅色畢業禮服，將調查說成喪母創傷造成的偏執。校長當場取消我的畢業與獲獎資格，警衛也開始朝我走來。我最信任的男友站在台中央，露出一副不得不揭發我的痛苦表情。只有周玉白從觀眾席起身，拿着一枚銀色隨身碟走上舞台。他說：“真正的結構檢驗原檔在自己手裡，陳也展示的資料全被重新檢過。”蘇明海朝後台看了一眼，頭頂燈架便在刺耳斷裂聲中落下。周玉白推開我，舞台也在同一刻向下坍塌，我們只能抓住彼此。他把隨身碟塞進我掌心，最後說：“下一次，先相信我。”我在睜眼已回到畢業前30天，面對陳也伸出的手，把空硬碟交給他，並按下錄音鍵。第一次中來時，我立刻報警，卻因沒有證據被停課，最後死在宿舍瓦斯爆炸裡。第二次我潛入校史館偷報告，只拿到假資料，離校後遭無牌貨車撞死。第三次我和陳也分手，卻因他哭着求情而復合，最後仍被公開誣陷並死於燈架。第四次我逼問周玉白隨身碟內容，卻無法解釋循環，他車禍死亡，我則連人帶警車墜橋。第五次我逃到美國人遭陌生人槍殺，海城大學舞台則奪走27條人命。第六次我找到母親曾揭露劣質鋼材的線索，工地主任墜樓，我也被推進電梯井。第七次我放棄所有證據，只求周玉白別上台，最後人和他一起被鋼架壓住。那次臨死前，我坦白自己看過他死了3次，他卻要我下一輪去救游泳池。第8次醒來，我依約走進廢棄游泳池，看見周玉白獨自坐在乾涸池底，他的掌心還留着上一輪被鋼架割傷的血痕，連位置都完全相同。他抬頭看着我說：“這是第8次，對不對？”我在空泳池底架起白板，把7次死亡的時間、地點和觸發行動全部寫下。周玉白圈出3個固定節點，陳也取得硬碟，校史館更換警衛，以及畢業舞台驗收。不同死法證明對方會依照我的行動臨時滅口，並不存在唯一安全路線。他攤開舊校舍圖，指出畢業舞台正好建在舊圖書館封閉地下室上方。周玉白推斷舞台坍塌不只是殺人，更是為了永久掩埋鋼材樣本與工程錄音。他也承認自己的父親就是20年前的結構設計師，事故後被推成主要責任人。我想起自己大一曾公開批評周父，他也一直懷疑我是蘇家派來攻擊父親的人。他曾把父親計算筆記放進我的置物櫃，卻被陳也先一步拿走銷毀。我們終於明白，陳也從大一開始便刻意阻止2家受害者交換證據。周玉白提出不取消畢業典禮，而是把同一場全球直播變成反擊現場。為了讓陳也相信我只是移情別戀，他看着我說：“公開交往。”3週年餐廳裡，陳也送我一條銀色項鏈，描繪畢業後一起赴美的未來。他說夫妻之間不該藏祕密，要求我把紀錄片硬碟交給他保管。周玉白穿着黑色襯衫走進餐廳，將一束向日葵放到我面前。我摘下陳也送的項鏈，告訴他今天不是紀念日，
而是分手日。陳也仍想表演受傷，我便投影他同時訂購2條相同項鏈的付款記錄。蘇瑞從2樓包廂走出來，頸上正戴着另一條完全相同的項鏈。周玉白替我取下卡住的鏈扣，重新戴上就游泳池置物櫃的銀鏈。他當眾牽住我，說自己已經等了4年，明顯超出我們排練的台詞。餐廳影片立刻登上校園熱搜，陳也完美男友的形象第一次出現裂痕。當晚，他登入我的舊雲端，打開我故意留下的假證物位置。監視器拍到他凌晨潛入剪輯室，按照路徑偷走第2顆空硬碟。登入、門禁和竊取時間全部同步保存。陳也第一次親自走進我的右耳。同一晚，我收到匿名郵件，提醒蘇瑞才是畢業舞台真正的設計與驗收人。畢業設計展上，蘇瑞的舞台模型旁寫着獨立完成結構、景觀與安全監督。我以紀錄片採訪名義詢問材料、燈架、升降台和地下支撐。他對鏡頭保證所有材料皆為最高規格，自己也參與過每一次驗收。我拿出過時設計圖，指出舞台下方仍標示一座封閉地下室。蘇瑞立刻說地下室早已灌漿，不可能藏着任何東西。我提醒他自己從未問過裡面是否髒東西，他伸手便想搶走攝影機。周玉白擋住他，完整未剪輯影像也同步保存到校外設備。為了壓下質疑，蘇瑞加開安全記者會，並邀請外部工程師背書。他再次強調設計、施工監督和最終驗收全部由自己親自負責。蘇瑞當着媒體重新簽署包含燈架、升降台和地下支撐的安全確認書。他為了搶走全部功勞，也親手拿走了事故發生後無法推卸的全部責任。校方發布剪輯採訪，把我對地下室的詢問說成威脅蘇瑞承認問題。陳也發文稱自己曾深愛我，長期替我隱瞞偏執和妄想。我的心理諮商預約記錄隨即外流，論壇開始討論我是否具有攻擊性。我主動邀請陳也參加直播，主題叫做當前任出現心理問題。他對着鏡頭說，大二起便知道我有妄想症，還曾親自帶我治療。診所完整回復證明我只因母親忌日失眠接受諮商，從未被診斷妄想症。登入記錄顯示，洩露資料者使用的是陳也在健康中心的工讀賬號。我又公開舊平板同步保存的4年聊天備份。陳也長期向蘇瑞回報我的行程、採訪對象、住處與調查進度。多名學生也出面證明住宿、醫療和家暴保護資料曾遭學生會非法調閱。陳也的學生會長職務被暫停，事件不再只是前任之間的感情糾紛。我不再急着證明自己正常，只追問究竟是誰有權把求助記錄變成武器。銀色隨身碟裡傳出母親的聲音，她說周工程師修改數據，不能再參與驗收。我拿着錄音衝上建築系頂樓，質問周玉白為什麼一直隱瞞。他承認錄音不完整，也承認父親曾在蘇明海壓力下修改結構資料。蘇家要求承包商改用廉價鋼材，周父先屈服，之後才秘密保存真實計算。周父與母親後來約定，在事故前一天一起把換料證據交給檢調單位。能證明這一點的後半段錄音，仍留在地下室的老式主機裡。我告訴他，後來準備舉報不能抹掉前面造假的事實。
我也承認第4次循環正是因這段錄音拒絕合作，才讓我們分別死去。我接過周父的計算筆記，說自己需要的是真相，不是完美的父母。周玉白提議最後驗收時獨自進地下室，我拒絕再讓他替我犧牲。他低聲承認餐廳裡說等了4年並不是假話，只想讓我真正選他一次。我們趕到舞台下方時，升降台已被提前打開，老式錄音主機也被工程車載走。地下停車場出口只有陳小滿拿着校史館工作證等着我。他承認自己一直向蘇家回報我與周玉白調查舞台的進度。蘇家醫院以父親洗腎床位、費用和治療時間逼他配合。我問錄音主機被送到哪裡，他因害怕父親失去治療而拒絕回答。校園保全突然出現，從我的背包裡搜出汽油與備用門禁卡。我和周玉白被限制離校，攝影設備、舞台權限和門禁也全部遭到沒收。校方播放小滿證詞，裡面竟引用我只在第3次循環說過的事故言論。我以為小滿也記得循環，他卻哭着否認，說那句話是蘇瑞告訴他的。小滿透露第1次死亡後，蘇瑞便開始夢見我回來，也夢見舞台最終會坍塌。我終於明白，真正的敵人也在利用每一次死亡修改自己的計劃。蘇瑞帶着律師和直播記者走進宿舍，手裡拿着一本黑色筆記本。筆記本詳細記錄宿舍爆炸、貨車撞擊、警車墜橋、槍擊和電梯墜落。他承認部分死法由父親與陳也安排，第5次美國槍擊則是他親自派人。蘇瑞說9條人命換來醫院、獎學金和學校擴建，是值得接受的代價。他提出5000萬元，恢復畢業資格和安排我與周玉白出國。交換條件是我公開承認因喪母偏執造假，並放棄所有事故調查。我故意追問早期隨身碟和分散備份，他的反應證明他完全不知道。我判斷他只能夢見每次死亡前最後幾小時，而不是完整30天。我要求和解書寫明蘇家掌握畢業舞台、地下室和20年前事故全部資料。蘇瑞為證明自己能履約，在律師見證下簽下了這條正式承認。我使用無效簽名完成假和解，讓他相信自己終於逼我放棄。小滿離開宿舍前沒有求原諒，只偷偷把蘇家私人倉庫門卡塞進床底。蘇瑞看得見我每次怎麼死，卻看不見我更早以前已經留下了什麼。我在論壇公開承認自己因母親死亡過度偏執，並宣布與周玉白分手。他配合恢復冷淡死對頭的模樣，夜裡仍在舊游泳池與我會合。我們使用小滿留下的門卡進入蘇家私人倉庫。老式錄音主機已被拆開，內部磁帶不知去向。倉庫另一側卻堆着本次畢業舞台淘汰鋼材和完整運送記錄。快速檢測顯示材料全部不合格，批號還連回20年前同一條供應鏈。我們拍下材料、批號和施工車輛資料，周玉白也帶走一小段樣本。陳也突然進入倉庫，我立刻推開周玉白，假裝兩人正在爭吵。我哭着求陳也帶自己離開，說再也不想調查母親事故。車內，他承諾恢復庶民、畢業和求婚，條件是我在典禮上指控周玉白。我詢問地下室磁帶，他下意識回答，磁帶已經燒掉了，行車記錄器則同步上傳全部對話。
陳也察覺行車記錄器上傳後改道，將我帶進山區廢棄工廠。蘇瑞拿着完整磁帶等在裡面，問我為什麼死了8次人不肯安靜。他想先讓我聽懂全部真相，再把磁帶和我一起燒掉。磁帶前半段再次播放母親取消周父驗收資格，證明她確實修改過數據。後半段卻記錄周父交出換料證據，並與母親約好隔天共同舉報。蘇明海的聲音隨即響起，威脅母親她的女兒才剛上幼稚園。母親仍拒絕簽字，說今天假裝沒看見，明天死的就不止幾個人。蘇瑞承認準備燒毀磁帶，陳也則站在旁邊替他看守。他們不知道錄音主機外可以被裝入自動直播模組。主機通電後，完整錄音和蘇瑞的滅證言論同步傳進畢業典禮備援頻道。警方衝進工廠時，蘇瑞砸毀播放機，陳也卻立刻替我解綁並指控他。我終於聽見父母並不完美的完整真相，手機裡卻傳來舞台開始斷裂的聲音。警方保全磁帶、播放設備和綁架現場，我則打開畢業典禮手機直播。畫面裡的升降台正在劇烈抖動，燈架連接處也已明顯變形。周玉白早已提交倉庫鋼材樣本與快速檢測結果，蘇明海卻以來源不明為由封鎖報告，命令畢業典禮照常進行。校長要求保全阻止周玉白靠近舞台和廣播設備。台上已有數百名畢業生，主要出口還被大型攝影器材堵住。我想起第5次循環裡27名學生死亡的新聞名單。工廠現場程序仍在進行，警方無法立刻派出足夠人力送我回校。陳也還試圖以合作證人身份要求保護，反而拖住部分警力。我終於明白，公開真相不代表物理危險會自己消失。我取得一輛警車和緊急通訊許可，開始聯絡各系學生代表。周玉白則獨自在舞台下拆除出口障礙，頭頂燈架已出現斷裂聲。被押走前，蘇瑞告訴我，只要我死，時間便會重新回到5月20日。我不知道這次能不能活過今天，只能踩下油門，全速駛回學校。返回途中，我利用警方緊急通訊聯絡學生代表、校刊記者和各系畢業生。曾在陳也監控案中現身的學生迅速建立非官方疏散群組。周玉白把舞台底部裂縫、彎曲連接件和鋼材批號全部傳出。倉庫運送記錄與現場鋼材批號在直播畫面並列，來源完全一致。建築系學生確認材料強度不足，率先拒絕繼續站在舞台上。學生代表沒有等待校長批准，直接從兩側區域開始分批撤離。校刊記者把出口障礙和安全路線同步投進手機直播。部分保全人封鎖主通道，消防系學生便合力移開大型攝影架。家長和網絡觀眾不斷打電話報警，校方再也無法完全壓下警告。舞台上的人數逐漸下降，蘇明海卻仍站在中央，要求典禮繼續。我抵達校門時，正好聽見主升降台第一次真正斷裂的聲音。我在側台找到周玉白，他雙手都是拆除障礙留下的擦傷。他要求我留在安全區，由他獨自上台完成最後疏散。我提醒他第7次也說過相同的話，最後我們人一起死在鋼架下面。周玉白承認自己仍本能地想把我推出危險。我告訴他，
愛和合作都不代表能替另一個人決定誰應該犧牲。我們快速計算燈架斷裂方向、舞台裂縫和距離最近的出口，約定任何一方跌倒，另一方只能拉着共同移動，不能把人推開。我把剛才備份報告交給他，他則將銀色隨身碟重新放進我手心。我們重新扣好泳池銀鏈，約定等甲分手結束後再談真正關係。主升降台發出第二次斷裂聲，我們同時轉身走向舞台。這一次，他不是替我去死，我也不是留下來看他犧牲。我從側台衝上去，直接奪走主持人手裡的畢業典禮麥克風。我要求所有人立刻從兩側出口離開，不要返回座位拿任何東西。校長命令保全抓我，部分保全卻因警方通知拒絕執行。周玉白將剛才快速檢測、批號和倉庫運送資料接上大熒幕。工廠完整錄音與蘇瑞承認滅證的聲音也同步重新播放。蘇明海仍稱錄音經過剪輯，材料樣本也可能被人調包。我把蘇瑞親自簽署的燈架、升降台與地下支撐安全確認書投上熒幕。最後一批畢業生開始從中央區域撤向兩側出口。陳也在警方控制下仍試圖遠端聯絡校內人員關閉直播，操作也被完整記錄。舞台中央裂縫迅速擴大，主升降台開始向地下緩慢下沉。蘇明海拒絕離開，聲稱撤離便等於承認20年的全部指控。我和周玉白一起走向中央，準備帶走最後幾名人在設備旁的工作人員。最後幾名工作人員離開中央區域後，主升降台突然向下折斷。我踩到裂縫跌倒，周玉白抓住我，沒有像前7次那樣將我推開。頭頂燈架同時斷裂，我們依照預定方向一起翻滾到舞台邊緣。鋼架砸在身後，因大部分人已經疏散，沒有任何人被壓在下面。蘇明海蝶坐在中央，地下室入口則在他背後完全裂開。消防與警方先固定現場，禁止任何校方人員靠近證物。地下室裡保存着20年前原始鋼材樣本和仍然清楚的封存標籤。工程檔案記錄蘇家要求承包商更換材料，並重新列印結構數據。母親留下的第2組錄音和送檢資料與山區工廠磁帶完全一致。周父的真實計算、修改版本與舉報草稿也在同一個櫃子裡被找到。本次舞台批號與20年前供應商完成對照，7次埋葬我們的舞台終於把真相送回光下。警方依錄音、綁架現場、安全文件和地下證物控制蘇明海。蘇瑞也被從山區工廠押回校園，辨認倉庫、主機和舞台關係。他看見我和周玉白仍然活着，第一次露出真正的恐慌。蘇瑞不斷重複：只要我死，時間便會再次回到5月20日。他突然掙脫押送，朝舞台裂口旁的我猛衝過來。周玉白本能的想擋在前面，我卻拉住他，和他一起退向警方防線。警方與學生安全人員同時控制蘇瑞，沒有任何人跌入裂口。我告訴他，循環從來不是蘇家刪除錯誤和人命的工具。電子中跨過前7次死亡的時間，秒數仍然繼續向前。陳也試圖轉成污點證人，行車錄音和硬碟竊取記錄卻讓他無法切割。我握着周玉白的手，第一次確定自己真的活過了畢業日。警方以地下室鋼材、
換料文件和完整錄音，重新啟動20年前工程案件。蘇明海因工程弊案、妨礙司法、證據銷毀和多起傷害安排遭到起訴。蘇瑞則因偽造驗收、綁架、蓄意殺人與破壞證物被正式起訴。陳也涉及非法調閱學生資料、監控、作品竊取、綁架和協助滅證。空硬碟監控、行車錄音與健康中心登錄記錄，使他無法聲稱自己只是被迫配合。陳小滿交出蘇家以洗腎床位和醫療費用威脅他的全部記錄。他父親轉到其他醫院，小滿仍因通風報信和假證詞承擔校方處分。我告訴他，理解恐懼不等於能立刻原諒，我們也不必假裝傷害不存在。周副修改結構數據的事實被寫進正式工程責任報告。他保存真實計算、提交證據並準備舉報的行動，也沒有再被刪去。母親沈清和不再只是事故死者，而被正式記錄為拒絕簽字的工程揭弊者。校方想把我和周玉白包裝成揭弊英雄，我們共同拒絕了宣傳提案。我們指出，一所學校若必須靠學生冒死才能安全，真正該改變的是制度。學校建立獨立工程驗收、資料權限追蹤和匿名安全通報機制。受害者紀念牆重新寫入完整責任，8次循環裡被切碎的真相終於全部歸位。3個月後，海城大學在普通操場重新舉辦畢業典禮。現場沒有大型燈架、升降台和校董宣傳影片，只有草地座椅與簡單布幕。我走上台領取畢業證書時，仍下意識抬頭確認天空是否安全。地面沒有裂開，電子鐘也安靜跨過前7次死亡時間。典禮後，周玉白在即將拆除的舊游泳池等我，重新替我戴上那條銀鏈。他問公開假分手是否仍然有效，我告訴他假男友確實已經下台。我允許他重新追求，他卻抱怨陪我死過一次的人應該可以插隊。我告訴他，死前想讓我真正選他一次的願望，現在已經實現。我主動抱住周玉白，說：“現在我選了。”我決定把8次經歷剪成紀錄片，片名叫做《第8次畢業》。我們牽手走出校門，第一次爭論畢業日之後要先睡覺還是先剪片。身後沒有人倒數，時間也沒有重來，我們終於一起活到了真正的明天。